然开口就造谣，中共我呛美国，无论是关税战还是贸易战，中方都奉陪到底。我中共，隔天就怂了。不是啊，中美贸易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是同一天防疫无问，美国应该复盘一下，你们从这些年的关税战、贸易战中得到了什么？所以王毅根本就是要呛就来呛，一边说你到底要不要和好？这是从2018年贸易战开打到现在，北京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八种程度太差，每天自己想剧情，净想美事儿。八九，你疯了吗？今天英国人去好莱坞发展，他会说我坚持一个美利坚原则，不是美利坚大不列颠去北爱尔兰省人吗？首先第一个，北爱尔兰不是省，你讲北爱尔兰是个省，然后再配上一个英格兰地图法写的美国国徽的标签，会吗？不会，因为这非常的丢脸。这不是非常丢脸，这是不符合历史脉络跟迈进啊！英国跟美国是打了仗，美国从英国独立了出来，从头到尾什么都不懂，有的时候我会举例，不要乱举例，烦死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提到，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文杜绝了2个中国一中一台任何可能。八炯马上出征侯佩岑，前台湾艺人侯佩岑率先发文表示，台湾唯一的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无可能。模糊问题本质的严肃性，所以八炯带头一出征，各种人跟中共我呛美国，无论是关税战还是贸易战，中方都奉陪到底。我中共隔天就怂了，表示希望中美同向而行，尽早解决双方的矛盾，尽早完成双向沟通。结果被美方吃了闭门羹，就把问题矛头放在台湾身上，说台湾是中国国的一部分。不是啊，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同一天的记者会，老共同时说了2个，你要硬的我就跟你来硬的，希望可以改变所谓的王毅无问嘛。美国应该复盘一下，你们从这些年的关税战、贸易战中得到了什么？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通膨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民众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所以八人开口就造谣，老实讲，站在台湾的立场，我很不想要去附送王毅这些说法是什么。但是我们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嘛，让他两面人做法是无法建立中美互信。中美作为最大的开发中国家，应该要在这星球长久下去，冲突对抗不应该成为选择。所以其实王毅人家根本就是要呛就来呛，一边说你到底要不要和好？这是从2018年贸易战开打到现在，北京的态度都是长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八种程度太差，每天自己想剧情，进而在中国有事业的台湾艺人们纷纷都跟进转发，不仅侯佩岑，连舔共的大前辈张韶涵、赵又廷、陈浩生、汪东城等人也都转发了。这张就是相似的贴文，后面呢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艺人转发啊，比如说陈妍希、欧阳娜娜、文琪等等，还有赵又廷的老婆，废话，赵又廷老婆就中国人，他不能发音啊，北七哦，多次转发坦台独立场的林志玲、张钧甯、杨丞琳、陈亦儒、信、黄品源等台新哲尚未有动作。我是觉得绿媒很变态，我相信他们已经用 Excel 造表了，他转发什么，他转贴什么，他干什么。我必须讲，我们是理解这一些明星的做法，他们可能为了大陆市场，或者他们真心认同，这个都是他个人的言论自由。蔡英文说的，他在的一天没有人要为认同道歉，但他在的时候，天天有人为认同道歉。那赖清德上来，他更不强调这个，你就是必须要下跪，下跪谁？下跪我赖清德，这不一样。可是，在我们尊重言论自由里面，我情感上不认同你，但我理性上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官方的立场。而这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现象，反而我们更该抽高看待。到了现在，已经不是反台独，而是更进一步的针对所谓中国台湾省之说来转发，而且很多其实都是知名艺人。但是这个问题，就像康康说的嘛，我也其实大陆也没什么市场，公国都去大陆，以为放弃大陆的市场，一般东西没市场，看哪里走，跟着这个风向走。你看康康说我多亲屁，阿炯不敢骂中国人周杰伦啊。还在那边听中国人周杰伦唱歌，他泪流满面啊！讲白了，情感上不认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你的情感暴行于他人身上呢？这叫乌合之众嘛，众暴寡，强凌弱。你在台湾是众，但问题面对14亿人口的时候，你是强是弄？你要不要理性一点去看待这件事情？当我们的艺人能够在对岸发光发热的时候，他各种原因，他去转贴对岸相关对政治地位上的阐述的时候，就代表他真的有市场，就像这样做。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了舔，他只是靠卖立场、卖人设去赚钱。也有，但是在现在大陆娱乐圈那么卷的情况下，这种人其实也慢慢都没有什么市场。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很复杂，我没有要为陈妍希、侯佩岑这些人的言行进行任何的护航。我认为他被指责、被批判，那也很正常。可是回过头来，那八炯为什么要去激起这个呢？讲白了，他就是要用台湾的众去霸行你的寡，这些人就是如此啊。我向来是反对出征的。但是八炯的青鸟仔是一天到晚就说他就是要行诉这个，因为反正绿媒会爆他，
这样的一个行径，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恐怖的现象。青鸟跟红卫兵这咕咕咕咕咕，这家伙每天在乱飞乱啄，然后整天抖内给89。你去中共国赚钱无可厚非啦，但你拿着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你却转发支持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台湾的原则，请问你疯了吗？赚钱是非不分，赚钱是非不分。那你之前你也舔共啊，那你为什么去呢？你不就是对岸没有市场才回来吗？你之前为什么要偷用大疆的麦克风呢？你之前为什么要用 Holy Land 呢？都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那你是不是也舔共是非不分呢？什么叫是非不分？你可以批判他的立场，但是你这种所谓的是非不分，带有强烈的暗示他是坏人，这是一个非常恶质的一种行为啊！你自己有是非吗？你开头就在说谎啊！红金马中华民国的行政区有没有5星级？你不知道吗？你那本去美国玩的、去日本玩的不用面试的签证，入境海关的时候那本护照是绿皮的还是红皮的？上面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分不清了。今天英国人去好莱坞发展，他会说我坚持一个美利坚原则。有的时候不会举例，不要乱举例。我是美利坚大不列颠暨北爱尔兰省人吗？你听听我在讲什么，然后再配上一个英格兰的地图啊，写着美国国徽的标签，会吗？不会，因为这非常的丢脸。这不是非常丢脸，这是不符合历史脉络跟迈进啊！你知不知道英国跟美国是什么关系啊？你连美国独立怎么独立都不知道吧？从头到尾你他妈乱举一个例子。你会不会笑死人啊？首先第一个，北爱尔兰不是省，北爱尔兰签过了协定之后，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组合存在。再来，英国跟美国是打了仗，美国从英国独立了出来，而且打了2次，有所谓的第2次独立战争，又称英美战争。当年英军一把火还把白宫给烧了，所以在英美战争之后，美国更是确立了它跟英属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那至于爱尔兰，你知道英国的全称是什么吗？是大不列颠暨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从头到尾什么都不懂，你讲北爱尔兰是个省，Oh my god， 你疯了吗？最后一个很好笑，中共身份证89翻了大车，现在内政部在2月20号之后就已经没有更新资讯了，然后89这边硬要讲，跟前面内容完全搭不上，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哦。我想问蔡小姐，你现在拿的身份证跟护照是你说的不存在的中华民国，还是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去国外参加了一些时尚活动，你的旅游是需要签证的吗？还是你拿着这个不存在的中华民国去欧美是免签的呢？我建议你去找林金城公开的直播找他带你去办理中共身份证，拿到你心心念念存在正统的中国护照与身份证。有没有硬要扯？不要拿着绿色护照在那边骗吃骗喝。中国身份证扯不到了，就开始讲说中共的护照。先姑且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可不可以简称中国身份证，这是一个很大的疑惑。其实这样的简称本身有很强的政治意涵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如果你简称中共身份证的话，那你至少不是一个独派，你是属于泛统派。那如果你坚定的说它叫中国身份证，不是中共身份证，那你是个独派。这里面有意涵，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如果互不隶属，然后中华民国台湾简称台湾，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说法就是现行独派的主流。虽然里面有很多 bug， 但不管怎样，它是一个独派的逻辑。所以两岸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简称 PRC，PRC 跟 ROC 互不隶属。但如果你讲的是中共身份证，是不承认它的政权名称，更重视它的政党政治实体的主体是中共，中国共产党。所以你讲中共身份证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出来的身份证，其实你就是部分否定了它的政治实体的主权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如果你这样子主张的话，那事实上你是否定它的治权嘛？那你否定它的治权，进而你就是要强调两岸是在一个主权之下互相竞争治权的过程。所以事实上你称中共身份证，某种程度你就是个统派，或至少你是个非独派。可大家别忘了89说他是独派呀，那独派是不能当中华民国派的。所以因为89不懂，所以他就每天中身份证、中国身份证叫，其实也不见不懂，因为他懂一半，因为他知道连结中国身份证才连结他那个反共人设啊，而不是舔绿人设啊，而不是拿文化部的钱的人设啊。这就是89现在最大的矛盾啊！他的矛盾就出在于他现在他下不了车，你知道吗？他一边高喊我要反共，可是他突然之间又变成台派独派，他突然又不是中华民国派了，中华民国派就不是台派独派。所以中共身份证这个用法本身就是一个反独的存在，但他要自称是独派台派，所以他没有逻辑，他宕机了，你知道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特别法，它比国籍法还大哦。所以说为什么两岸居民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之间转换的是户籍？什么户籍？就你报到对岸去，你真领对岸身份证，你是在台湾是被除籍，但你还是国民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换国家了，你是换政权效忠了，所以我把你除籍。但当你要回来弃暗投明，那我政府是宽大回来，欢迎回来。
台湾地区在联合国唯一的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并痛斥日本仍有人与台独势力暗通款曲，应谨记借台湾生事是给日本找事。这个就是前面的2个中国提案，一中一台提案，在联合国大会都被否掉了，最后通过的是2758号决议文。你说啊，那这样中华民国的主权不就在国际被消灭了吗？不能这么说，这不完整，而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代表权位确实在国际被大多数的状况下消灭了，仅剩下与中华民国邦交的国家或个别地区或非主权实体之类的，那它可能会进行部分承认或大部分承认。当然，随着当代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还有当年美国留下的隐患，所以包括三公报、一中原则、一中政策，它是有差异的。在外交辞令上，认知、确认还是知道，这都有差异。但是对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讲，它的认知就是台湾是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而当年被驱逐出去的蒋介石及其代表即为中华民国政府，但为了避免造成从1949到1971这段时间中华民国政府实质上存在于台澎金马这个历史事实在联合国的外交政治角力现场的758号决议文里面被追认的话，所以才采取了一个战术回避的方法，就称蒋介石及其代表，也就是不称其政府名称，也不称台湾当局，而只简称蒋介石及其代表。所以蒋介石代表的用法是这样的。那中华民国政府是怎么思考这件事的？当时知道要被驱除，所以就说拒绝讨论，直接退出。我退出就不算你把我罢黜了嘛，我继续坚称我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当然，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治权啊，但不否认对大陆地区的治权，这是基于9·2共识。物是人非啊，到了今天，因为民进党执政，首先是民进党否认的9·2共识嘛，所以所谓的不否认，进而变成不知道。那一个中国，本来中国大陆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我们称就中华民国。所谓的一中各表，没有各表这个名词，但有各表这个行为。所以这几天虽然是2个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但这个就两岸互动不能称之为外交，因为外交是对外国的，但它具有类外交性质。那这个互动里面用了很多外交的术语跟政治上的术语来做设计，包括台湾有强调有各表，对岸说没有各表，就讲一中。我也不会承认你讲中华民国，但我也不会打脸你讲中华民国，这都是过去的态度。但是随着民进党执政日久，所谓的模糊化处理这部分就变成清晰化处理，也就是贴香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王毅所表称的，在外交上我就完全不给你任何空间。未来你会看到中国大陆的官方会3令5申的说2758号决议文之下，台湾唯一的简称就是中国台湾省。这既是对民进党不承认9·2共识，刻意模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宪法增修条文第7条关于两岸关系这部分，另外中华民国台独法或者建独法贴香肠的一个强硬回击，也是对于美国支持民进党推动台独理论去称呼2758号决议文并不涉及台湾的说法一个强硬回击。所以其实侯佩岑这事情背后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脉络问题，这一些东西八嘎囧他肯定看不懂了。